家好，欢迎回来罐罐的厨房实验室。今天是2025年的1月1号，我要干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，就是腌酸菜。当然，这个视频将横跨20天。当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应该已经是2025年的1月底了。那为什么说是厨房实验室呢？因为我没有腌过酸菜，但是因为上次在台北吃了2次酸菜白肉锅，着实激起了我们对于酸菜的热爱啊。那有朋友就会说，那你为什么不买现成的酸菜呢？能买到，来，在这儿。美国是能买到的，还是有机东北酸菜。但是由于富贵的银针体质，一般这种加工过的食物我们都不太敢买，所以今天我自己动手，当家做主腌酸菜。我先介绍一下我的家伙事儿哈，2颗漂亮的大白菜，然后白菜叶子、糖、盐，还有金门高粱。希望我们的金门高粱能助我腌酸菜成功啊！一个玻璃罐子。抽真空的袋子以及抽真空机。我今天腌酸菜的方法呢，有别于传统的用泡菜缸子腌哈，因为泡菜缸子呢真的很容易腌失败，而且还占地方。我这次的腌酸菜的方法是参考了有位博主叫发酵实验室，他是用抽真空袋子和机器来腌这个酸菜。我觉得很有趣，因为它的确是大大降低了不好的菌接触到空气，然后发霉呀，产生各种的菌啊的这个几率哈。而且据说这样腌出来的酸菜亚硝酸盐的含量是没有的。我还买了亚硝酸盐含量的那个测试纸，现在在路上，等我们20天以后见分晓。用抽真空机和这个袋子腌酸菜，这个菜和盐的比例呢，发酵实验室是用大约1000克的菜配5克的盐，还要再搭配5克的糖。那这个5克的糖，它主要是促进发酵，它不会说让这个菜变得甜。那么罐罐的厨房实验室呢，也想要试验一下，一个菜只用5克的盐，和另外一个菜是按照发酵实验室的方法，用5克的盐和5克的糖来发酵，看看到底哪个方法比较好。那另外这一盘白菜叶呢，我就准备把它切成丝，然后放到玻璃罐里发酵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来把这个菜叶切成丝。我的这个菜叶子呢是大约900克，我们把它切成丝以后，用大约4克的盐给它杀一下水，大约杀个1个小时的水。杀完水再把它整个连同汁水杀出来的水，还有这个叶子一起塞到玻璃瓶里。这个方法呢，也是我看很多东北家庭、东北的朋友用这个方法每年这么腌酸菜，希望能成功吧。我那天刚好发了这个酸菜白肉锅的视频，剪视频的时候我就想着说，马上把这个腌酸菜提上日程，现在腌上，正好过年的时候能吃上。如果成功了的话，这个罐罐厨房实验室不成功的时候经常有哈。这几天我会每天更新它们的状态，因为在发酵的过程当中，这个密封袋它会胀袋儿。然后我还要放气，放气完了以后还要再把它密封上来。我们现在这个丝已经切好了，我们往上撒盐。我这个勺就大约2勺，就是5克的盐。我给它翻拌一下，抓拌一下。让它的每一个菜丝都能均匀的沾上一点点盐。我看讲说，其实盐，如果太多的话，超过了这个比例的话，其实反而会，抑制它的发酵。所以1000克的菜配5克的盐是刚刚好的这个比例。菜先让它放在旁边，让它杀一下水。我们要把这2个袋子标记好，因为这2个菜呢，我一个是要加糖和盐，按照发酵实验室的方法；另外一个是只加盐，我们要把它标记好。1月1号，25年 ，sugar 加 salt， 1月1号25年，居然已经25年了。SALT only。先来把这2个袋子封一下边儿啊。好，
已经封好边了，我们再把另外一个也封好边儿。这一个是 sugar 加 salt， 就是加盐和糖的。我们把这颗漂亮的白菜放进去。那我是应该这样放进去，还是这样放进去？这样放进去吧。有点激动，这个方法如果可以用的话，我觉得会是一个省时省力、降低失败率的一个方法。好，我们这一颗白菜已经放进去了，然后我们把4克的盐和4克的糖放进去，按照这个方法把糖放进去，然后再把盐放进去，把它摇晃摇晃，晃均匀。在里边晃悠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把它来抽真空，一定要记得就是盐啊、糖啊不要沾在这个封口的这个边边上，会容易这样封口的时候就会不密封。我们现在来把它抽真空，现在就是在慢慢的抽真空。抽的好了，把它封好了。看，这一个抽真空的白菜，腌白菜就完成了。现在我们再把另一颗白菜放到另外一个抽真空袋子里。白菜真的好漂亮啊，这次买的。这一颗白菜我们是用5克的盐来发酵它 ，salt only， 只有盐。我觉得抽真空机还是挺好的，像家里买个肉啊，买个海鲜呀、鱼啊、块儿啊什么的，这么一抽，保持新鲜，能放时间比较久。尤其像比如说在 Costco 买的那种大盒的牛肉，拿抽真空机一抽，放的时间比较久一点，放在冷冻。也抽真空好了。我会每隔几天观察一下它们的状况，现在就可以把它们放在25度左右的室内，就是让它自由发挥吧。下一步呢，我们先把我的这个玻璃罐用我的58度高粱消一下毒，倒一点点，好，这一点就够了，剩下我还要喝呢，不要浪费，起到一个杀菌作用就可以了。晃晃晃晃，晃晃晃晃。倒出来，在这控一下，在我的架上控一下水，然后等这个腌制半个小时，再等半个小时，我就把它塞到那个玻璃罐子里。待会儿回来，白菜丝已经杀水杀的差不多了，我们现在把它挪到消过毒的罐子里，一点点挪，不着急啊。我们把这个罐子呢盖个保鲜膜。密封一下，盖上我们的盖子，好，白菜丝，白菜，就等着它们自学成才了。这个就先打入冷宫。今天是2025年的1月3号，然后能明显看到这个抽真空的袋子呢，已经变得松了，已经没有那么真空了，而且出了很多的水。这个是有盐加糖的酸菜，这个是只有盐的酸菜，所以它有盐加糖的酸菜，其实的确是糖更利于发酵，因为这个只有盐的呢，它的水虽然也出了，但是它的气体产生的并不多，没有这个糖加盐的多。玻璃罐的酸菜也出了非常多的水。今天是2025年的1月3号，我们过几天再看一下有什么变化。嗨，朋友们，今天是1月6号，这个密封袋、抽真空袋已经鼓得很厉害了，就说明它在发酵的过程中真的是产生了很多气体。这个呢，比另外一个产
产生的气体更多，所以的确是有加糖和盐的，它的比较容易促进发酵。这个其实看起来就比较软塌塌，还没有那么的充气。等过几天如果气再多的话，我就要给它放气了。然后这菜叶也没有烂的迹象，也没有发霉啊的迹象，看着不错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11号啊。我们的这个酸菜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非常多的气体，所以我们密封的这个袋子已经鼓包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放气，然后再封上的动作。看起来好像要成功啊！看这个菜在这里边很扎实，摸起来是很扎实，它不是那种就是软囊囊，就有点像烂菜叶子的感觉。这一袋呢是加了糖和盐的，这边一袋呢是只加了盐的。看起来好像的确是加了糖和盐的这个发酵的比较好，更能促进发酵啊，因为它这个袋子更鼓胀一点。那这个只加了盐的呢，它就比较松啊。我们现在把它剪个口，然后放气，然后再把它封上。另外这个玻璃坛子的呢，看着好像也不错，这个就不需要放气了。我们先把这两个给放好气。还用这个袋吗？对。不换新袋？不换。这个酸菜的味道很重哦，酸菜味道超级重。我们只要把它 seal， 只要把它封上就好。注意这个汤不要流出来，因为不需要给它再抽真空，因为里边有汤啊，一抽真空会给它抽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只需要把里面的气放出来一些。我闻见了。闻见了吗？酸菜的味道吧？是不是挺厉害的？这味道。它这汤有这种浓郁的颜色，各种菌群混杂在一起，说不定富贵吃完这一颗白菜啊，你的这个银针体质就给你治好了。这是各种有好的菌啊，益生菌。你不会毒死我吧？不会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酸菜是里面富含了各种益生菌的，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对你的这个肠道菌群平衡非常好。这个就不用再抽真空了。不用抽真空，这一抽真空里边的水就倒出来了。就只要把它稍微放一下气，就让它别爆炸就行了。它这个呢，在放气，气往外走，所以外边的空气，容易产生细菌的空气不会进去。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好的，我觉得我真的会很有可能成功。好，我们把它封好了。今天是1月11号，等1月20号的时候，20天腌制20天，这个酸菜就可以吃了。我们20天以后再见分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回来了。今天是2025年的1月21号，是我们检验抽真空袋鸡酸菜的重要的大日子啊！为什么要等这么长时间呢？因为据说这个鸡酸菜啊，在第7天的时候，它的这个亚硝酸盐会达到一个峰值，然后到第15天的时候，它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其实会逐渐降低到没有的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呢等到了第20天，为了保持严谨，我还买了这个亚硝酸盐的试纸。让我们来今天测一下这几款酸菜不同的做法，以及我买的这个所谓有机的酸白菜的亚硝酸盐含量，以及它们的口感、味道上的区别。现在我们先把它开袋，戴上我变态的小手套。好激动啊！我为啥这么激动呢？因为我觉得我肯定会成功的。这一袋呢是糖加盐，然后这一袋呢是只是盐来发酵。据我的观察，的确是糖加盐来发酵酸菜呢，它发酵的比较快，因为它胀袋胀的比较大。但是其实看成品来说，既然都等到了20天了，其实快慢我觉得区别不大。现在我们就来尝一下，打开看一下它内部，然后尝一下糖到底对于这个酸菜的味道有没有影响。味道上头啊！哇！来，我先把这一个酸菜把它拿出来，很漂亮哎，这酸菜看着没有？非常健康的一个酸菜，感觉就它看起来它本身就很健康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汤汁倒在这里边，以便我们来测这个亚硝酸盐。我们每个都兑好了，
然后这一个呢是只用盐发酵的。这个的味道好像差不多，但是我感觉这个是不是更酸一点？这一颗酸菜看着也很健康，也是很扎实、很健康。看，这个样子。这个的汤汁也倒出来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买的这个酸白菜啊，这个就是因为它不是在这里边的，它就是你看它都是削的，就一个芯儿，等于是这个好像发酵的味道不是很浓哎。但是看着样子也还是不错，但是你就不知道它这个已经放在这个袋子里多久了。咱自己做呢，它至少有个时间上的控制。把手擦一下，来把这个打开。这个就是我当时现切的一个，白菜丝。哦，它也是有胀袋儿的，看，它这个是有胀起来的，但是因为它是玻璃瓶的，所以它不会爆炸。不像那个我看有用矿泉水瓶子做的话，就要时刻的放气，不然它会炸掉。这个的味道有点，哎，它是变色了吗？还是我眼睛被它熏了一下？黄吗？变黄了吗？对的。是变黄了吗？它怎么突然间变黄了？哇，这个的气味很重哎。我以为它刚才是出现了一个黄色的气体，然后现在这黄色的气体又没有了，是不是啊？这里面就是只有盐。哇，刚才那个味道有点冲鼻子啊，不敢凑近闻了。刚才真的是有点。现在闻没有那么可怕了，把它倒出点汤汁来。是接触到空气，它可能里边的这个发生了。刚才我以为我眼睛被熏花了，就整个它是一个就是橘黄色的颜色，然后后来它这个气体就散发开了，就没有那个颜色了。好，我们先来把它这3颗把它们切开，看看内部的构造。我先把这个买的切开，它的这个刀感是非常脆的，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个是用糖腌的。哦，这个的，哇，这个也太漂亮了吧！看这个内部构造。那它这个刀的切下去的感觉也是那种脆脆，这个味道闻着太香了。来，让我来再切下来一小肉，用来试吃啊。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只用盐腌的这一颗，这个手感、刀感也是非常的清脆，里面也是非常漂亮，这个纹路、颜色整个也都是非常的漂亮的。是不是？但味道闻起来，我觉得这个加了糖的这个味道好像更好闻一些，差别不大。试吃环节啊，我们先不试吃，你先测一下。先测，对。下一步就是来测这个亚硝酸盐，我看看它这个 deep test strip into test solution for 2 to 3 seconds， 然后 remove and shake off 等30秒。试纸第一个，1、2、3， shake off， 我把它放在这里。第二个，1、
2、3，嘿！天哪！1、2、3。那现在还不能吃。最后一个，1、2、3。这个还挺明显的啊、我看看啊。红的这有亚硝酸盐，我觉得应该是。那个就没有。那个就没有，那个是肯定是因为放了时间久了，所以它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会越来越低。这个还挺深的呢。非常之深。我现在测出来的这3个咱也别试吃了今天，因为现在测出来我的这3个酸菜的亚硝酸盐含量很高。然后我觉得我可以再试一下，就是把它再密封起来，再让它再发酵个几天，再来测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。正好它这个汤汁不是还在有吗？还有在里面，我来把它再封起来。这个也有一点儿。对，这个有一点儿，买的这个它只是非常淡的亚硝酸盐含量的这个指标。你看我自己弄的这个，因为时间短，所以它的亚硝酸盐含量其实，硝酸盐和亚硝酸盐这个测试是非常高的。呵，咱这实验没关系啊，咱今天先不是吃亚硝酸盐含量太高了，我们先把它封起来。把它再放回去。现在呢就有点危险了，因为它已经接触到外部空气了，要不说是罐罐厨房实验室呢。这就是在摸索失败中 salt and sugar。我们再把这个乳酸菌发酵的这个汤汁再给它倒进去。你这个要一直这么高，就算失败了。对，你要一直这么高，我觉得就不对了。但是他说是会降低，还是我应该把那个汤汁倒出来啊？不要汤汁了。但你不要汤汁，它还会再出来。还会吗？你不要汤汁，你要汤汁还是测，它不会汤汁。但它汤汁会，让我倒出来点儿。罐罐厨房实验室准备再做一个实验啊，就是刚才我把那个亚硝酸盐含量很高的这个汤汁我又倒进来了，这个是糖加盐的这一袋儿，然后呢，另外那个只有盐发酵的那一袋儿呢，我打算就是不倒汤汁了，看看最后这个效果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好。我们再把这个也放进来。这个还蛮有趣的，自己做实验，所以为了严谨，还是要买这个测试纸的，你不能道听途说，因为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那个看人家说没有亚硝酸盐，没有亚硝酸盐就信了。这亚硝酸盐含量这么高，所以还是要有求知精神、探索精神、实验精神的。我们再静待几天，再看结果。激起了我的这个实验精神哈！我准备把我们家新买的这罐韩国泡菜也测试一下亚硝酸盐含量。一点点就够了吧？是不是有辣椒？其实它也是有一点点的，它也是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粉红色，它是和这个我买的这个酸菜的这个含量应该是差不多的。家里有银针体质的这个富贵儿哈，咱做酸菜还是要严谨一点的。差点，富贵儿刚才说，我差点就要毒死他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亚硝酸盐测试纸，我不买也就不买了，你吃了也就吃了，所以。各位先生们，对老婆好点。到25天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试试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罐罐的厨房实验室啊！今天是1月30号，2025年啊，我们又要开始测我的这一波酸菜了。对，还是这一波酸菜，我主打一个不放弃不抛弃，我还没有把它们扔掉，这就是实验精神啊！为什么要赶到
今天测呢，因为再不测，这一袋就要爆炸了。我今天摸它，它已经非常硬了，再不测它就要爆炸了。我可不想全家都是酸菜汁儿啊。首先，我们先把它剪开啊。好，我们把它这个气放了。这个味道，好神奇啊！这个菜，刚才我在放气的时候，这个菜放气之前，这个菜我摸着是硬的，然后我一放气，这个压力一没有，这个菜瞬间变软了。我靠，好神奇！我们先把它倒出来一点。我们这一袋应该是，哇，这一袋好臭啊！这一袋我先把它测一下这个亚硝酸盐啊，看看它行不行到底。它这个呀是指它是有2个，上面是测硝酸盐的，下边是测亚硝酸盐的。它这个写的非常清楚啊。下边这个是硝酸盐，这个是亚硝酸盐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一片给测一下。哎，看，现在它的亚硝酸盐和硝酸盐都没有了，上次是整个都是紫红色的。另外一袋，感觉味道闻起来臭烘烘的。不是那种酸菜的酸味儿，就很奇怪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能吃的。但是先看一下这个亚硝酸盐的这个含量，进去，这个稍微有一丢丢的粉色，但是其实并不是很明显。这个底下是硝酸盐，上面是亚硝酸盐，其实亚硝酸盐的含量并不高。就基本上等于是没有，然后我们再来测这个，这个的味道好像是有点对的，我们把它倒进来啊，就不整那么多仪式感了啊。亚硝酸盐的含量其实也是没有的。亚硝酸盐在这里，硝酸盐在这里，硝酸盐有一点，硝酸盐还是蛮高的含量，但是亚硝酸盐其实是已经没有的状态，和上次完全不一样。我打算尝一下这个，口感非常的脆，有一点点酸，但是呢，但我这个酸呢，它不是，哎，还蛮好吃的哎，这个，它口感分成，它不是那种软烂的口感，它是那种很脆的口感，而且它的酸是浸在里面的，它虽然没有那么的酸。昨天我问了来自东北的叔叔阿姨，他们说不够酸的原因就是时间不够长，一般他们都要积酸菜都要40天以上，现在到今天为止其实才30天。然后我还要再尝一下这一包，刚才鼓包的那一袋呢，我一打开它，因为放了气以后，就突然间那个压力让它，哎，其实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，让它这个叶子一下子变烂掉了。尝一下这个，这个也没有那么酸。但是口感是好的，我再尝尝这个买的这个，它到底应该是有多酸？这个更酸，但是我感觉这个的酸呢是浮在表面上的酸，不如这个好吃，口感都是脆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的酸，说句实话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好吃。但这个的酸呢，它虽然味道不够，但是它的这个酸是浸透在这个菜叶里的。唉，那我们明天
做个酸菜白肉锅吧。我觉得这一锅应该就废了，因为这个锅看整个成囊的。我们今天的测试呢，就是它在30天左右，我现在30天左右，它的亚硝酸盐的含量其实是没有的，就比20天的时候那个可怕的那个数据要好很多。这一波酸菜呢，我就不再把它继续发酵，不再把它封起来了。我觉得这次我做了2个动作，可能是影响了它的发酵。一个呢，是我中间不是放了一次气嘛，我没有把气排干净，没有把气抽真空就封上了，所以它有可能是接触到了外面的空气，影响了它的发酵。其实那时候的这个整个的酸度，我一打开它那个酸度那个味道是对的。如果没有把它打开，它应该我觉得是可以成功的。然后上次呢，我测试的时候呢，又整个把它拿出来了，所以再把它封回去的时候，其实它整个都是接触到外面的空气的。我觉得这2个动作可能是影响了它这个发酵最后这个成品的这个味道。罐罐厨房实验室来日方长，我一定会把这个自己在家腌酸菜研制出一个完美的配方、完美的比例和完美的方法的。明天我们先用这个和这个做一个酸菜白肉锅吧。五花肉焯水，20分钟煮熟。五花肉煮熟了，拿出来切片，煮五花肉的水留着备用。葱花、八角、花椒爆香，放入挤干水分的酸菜，炒香。加入刚才煮猪肉的水，过滤一下，过滤一些渣，把这个原汤加进来。酸菜煮开了，然后往里放了点冻豆腐，然后我们把白肉放进去，我们现在把这个一锅酸菜白肉锅请到了桌子上啊，还特意点了我们的瓦斯炉，要正式的品尝一下这个酸菜白肉锅。西瓜汁儿，西瓜汁儿，鲜榨西瓜汁儿。我们的西瓜如果榨成了汁儿，就说明这个西瓜买失败了，肯定是不好吃的，所以只能榨成汁儿。我这个是原汁儿，绝对不加水的。不加水的，牛逼！你先吃，我先吃。都行，那这个已经不致死了，因为它没有亚硝酸盐了。一起吃。尝一下酸菜。尝块白肉。尝块白肉。再尝一下，我觉得没有尝出味儿来。第一口没有尝出味儿来，再尝一口。有点不如老舅啊。不好吃。至此为止，罐罐厨房实验室历时1个月的酸菜白肉锅宣告失败。没关系，富贵儿，我们来日方长。罐罐厨房实验室一定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研制出一个居家、简单、方便、好吃的酸菜白肉锅，且没有亚硝酸盐的。没关系，我们不久我们就去台中的老舅了。对，我去好好偷师一下，看看到底怎么着，怎么腌这个酸菜。我觉得我这个酸菜腌的真的是不咋好吃。白肉还可以。对，白肉还是挺好吃的，但这个酸菜不好吃。这个酸菜我腌的不够酸，然后呢也不够咸。我刚才还在汤里加了1勺盐，因为刚才尝了一下汤，我觉得不够咸，不好吃，是真的不好吃。我觉得你比那个洛杉矶的酸菜差不多那个水平，你可以达到美国酸菜水平。没有，达不到，我觉得不好吃，不好吃。我觉得失败哈，宣告失败。这次是真的失败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失败是成功之母。下次见。
这他妈是咱们的视频里最长的、历时最长的一个视频，还失败了。